末日第3个月，我离被丧尸撕碎只剩10秒。苦酒病病毒席卷全球，文明彻底崩塌。我叫林深，万家福超市前经理。此刻弹尽粮绝，手里卷刃的钢管护不住命，身后是死路，身前是即将撞开铁门的尸潮。就在铁门锁扣崩开的瞬间，门外炸响一声濒死求救，穿透了丧尸嘶吼。救命！我是生物专家周明远，我能破解病毒。末日里心软就是找死，可破解病毒4个字让我咬碎后槽牙，拉开了门缝，冲了出去。我一把拽进浑身是血的白发，反手锁门，打断丧尸伸来的胳膊，后背死死抵住门板，冷汗浸透了衣衫。话音未落，我脑海炸响冰冷的机械音，淡蓝色全息面板骤然弹出，金色立场瞬间笼罩整座超市。门外疯狂撞击的丧尸被直接弹飞，震耳的嘶吼彻底隔绝。文明火种超市系统绑定成功，本超市已成为全球唯一绝对安全区。面板飞速刷新核心规则，对文明重建方投资，即可获得100倍至1000倍的资源，科技返还。而周明远正是面板标注的 SSS 级核心投资标的。我低头看着手里仅剩的半块面包，望向立场外的无边尸潮，嘴角扬起笑。当幸存者为一口面包厮杀时，没人知道，这片废墟里，我要靠这家超市点燃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绑定系统的狂喜还没褪去，新的绝境就砸在了我脸上。系统激活的灯光和活人气味引来了方圆几里的所有丧尸，立场护盾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我死死盯着面板上的能量数值，系统红色警告弹窗接连弹出。警告：立场护盾当前剩余能量 37%， 仅可维持48小时。能量耗尽后，安全区屏障将彻底失效。我以为绑定系统就是拿到了末日金手指，没想到开局就是死亡倒计时。48小时，一旦护盾消失，我和周教授只会被门外的丧尸撕成碎片。我快步走遍超市，清点所有物资，货架上只剩寥寥无几的罐头和瓶装水。周教授坐在角落，脸色苍白地处理伤口。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末日里没有物资，就没有活下去的资格。可我看着面板上投资返还4个大字，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里慢慢成型。门外丧尸的嘶吼再次拔高，立场泛起剧烈涟漪，能量条跌破 30%， 红色警告铺满整个面板。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拿着仅剩的2罐肉罐头和一瓶纯净水走到周明远面前，轻轻放在他手里。我做了末日里最疯狂的决定，把仅剩的全部食物投资给了刚认识不到1天的周教授。我放下罐头的瞬间，面板爆发出刺眼红光，系统提示音接连炸响，检测到宿主对 SSS 级人才完成首次投资，符合文明重建规则，触发100倍返还。返还奖励：满功率立场护盾、大型净水设备、基础灭火系统。超市物资全量补满，超市货架瞬间被琳琅满目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填满，净水机稳稳落地，立场护盾能量直接拉满，门外的丧尸再次被狠狠打飞。我当场愣住，紧接着是难以抑制的狂喜，这系统真的能买爆一切。当晚，超市外突然亮起火光，10几个手持砍刀、燃烧瓶的壮汉围在门外。里面的人听着，交出所有物资，老子留你一条全尸！为首的黑虎笼罩着点燃燃烧瓶，狠狠打向立场。燃烧瓶在立场下炸开，火焰瞬间蔓延，超市一角被火光笼罩，面板上的能量条再次波动。我眼神一冷，刚激活的基础灭火系统瞬间启动，高压水柱冲破窗，瞬间浇灭火焰。看着门外目瞪口呆的黑虎团伙，我站在落地窗前，拿起对讲机冷冷开口：想抢我的超市，你们还不够格。黑虎恼羞成怒，下令所有人强攻。立场在疯狂撞击下泛起层层涟漪。我握紧了手里刚解锁的钢管，眼神冰冷。清晨，黑虎团伙早已不见踪影。超市门口立起一块巨大的招牌，上面写着万家福交易点，明码标价，食物、饮用水、药品可用黄金武器技术劳动力兑换。击退黑虎帮后，我做了第2件事。我要的不是守着一座孤岛，而是要让这里成为末日里唯一的秩序之地。陆陆续续有幸存者小心翼翼的靠近，看到明码标价的规则，眼里满是不敢置信。有人用1块金条换了2箱矿泉水，抱着痛哭流涕。末日这段时间，所有人都习惯了烧杀抢掠，没人见过公平交易，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份被撕碎的规则重新捡起来。傍晚，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女人敲开了超市大门，她叫李娟，说自己和家人走散，只求一口吃的，愿意用劳动力换。我按规则收留了她。
安排他在超市外围整理物资。深夜，李娟鬼鬼祟祟地摸向超市控制室，手里拿着一把匕首，眼里满是狠意。刚要伸手触碰立场发生器，别动，再动手就没了。我早就知道黑虎帮不会就这么算。果然，第一个来投奔我的难民，就是他们派来的内鬼。夜色里，更多的危险正在悄然靠近。苏婉，前军方特种部队精锐雇佣兵小队队长，他在昨天就找到了超市，想和我做交易。他帮我守住超市，我给他和他的队员提供物资。而这个内鬼刚好成了我们合作的第一份投名状。你们别得意，你们挡了铁狼老爷的路，整个片区都是铁狼团的地盘，你们开这个交易点，就是在找死。我和苏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凝重。黑虎帮不过是小喽啰，这个铁狼团才是真正有组织的庞然大物。我回到控制室，面板上弹出信息提示，周教授拿着从李娟身上搜出的对讲机，脸色凝重地走到我面前。林深，这个铁狼团是这一片最大的军阀市，手里有重武器，手下有上千人，死在他们手里的幸存者不计其数。我看向窗外的废墟，夕阳落下，黑暗笼罩大地。远处的公路上隐约有车灯闪过，引擎轰鸣声顺着风隐隐传来。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们的超市已经被真正的恶狼盯上，挡我路者都得死。送走李娟的尸体后，我一直在等一个能帮我把超市打造成钢铁堡垒的人。而老赵就是我要等的人。他是个顶尖机械工程师，想换点食物和药品救他的女儿。我没有收取老赵的零件，这些东西我免费给你，条件是你留下来帮我改造这座超市，我给你和你女儿绝对的安全。林老板，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我扶起老赵的瞬间，面板蓝光再次亮起，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对 S 级人才完成战斗，符合文明重建规则，触发300倍返还，高强度太阳能系统，复合强化蓝图，少界机枪塔设计图，基础声波驱散器。3天时间，老赵带着工人把超市外墙全部加固，太阳能板布满了辐条，少界机枪塔立在了超市4角。可就在防御升级完成的瞬间，系统突然弹出红色紧急任务，刺耳的警报声在控制室里响起。紧急预警，侦测到高能量反应高速离近，目标锁定本超市，预计6小时后抵达。我猛地冲到窗前，拿起望远镜看向远处的公路，漫天的烟尘里，10几辆武装卡车正朝着超市的方向疾驰而来，正是铁狼团。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铁狼团的先头部队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更猛。里面的人听着，狼王有令，交出超市和所有物资，自断双臂出来投降，饶你们不死，不然我们就把这破超市连同你们一起轰成碎片。我站在控制室里，冷冷看着他们，没有回应。给我打！子弹如同暴雨般打在立场护盾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苏婉脸色一变，立刻就要带人出去迎战。别急，他们想玩，我陪他们玩个大的。我按下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刚解锁的声波驱散器瞬间启动。在这末日里，最不缺的就是丧尸。他们想用火力压垮我，那我就用尸潮给他们回一份大礼。超市外的丧尸瞬间被激怒，如同潮水般从4面8方涌来。铁狼团的人瞬间慌了神，腹背受敌。指挥官眼看情况不对，立刻下令撤退。狼王向您问好，这只是打个招呼，下次我们会带整个军团过来，踏平你这破地方。烟尘散去，满地都是丧尸的尸体和铁狼团丢下的武器。我看着面板上仅剩12%的护盾能量，眉头紧锁。我知道这一次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击退铁狼团先头部队后，我们缴获了他们的车载电台。我想知道这个铁狼团背后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电台突然传来刺耳的电流声，一段加密的通讯信号被电台精准截获。周教授立刻开始破译，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半个小时后，破译完成的文字出现在了屏幕上。而当我看到上面的内容时，浑身的血液几乎瞬间凝固。
火种在体，说的就是我和系统。可这个主宰到底是谁？周教授看着主宰二字，脸色瞬间惨白，身体颤抖。苏婉也皱紧了眉头，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腰间的配枪。我瞬间明白，铁狼团的进攻根本不是为了请资，他们只是被人派来试探我的棋子。而那个代号主宰的人，才是真正盯着我的黑手。我走到窗前，看向远处的城市废墟，那里高楼林立，黑暗无边，仿佛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藏在哪里，想打我的主意，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电台里再次传来电铃声，这一次是一段低沉冰冷的电子音，只响了一声，就瞬间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截获主宰的加密通讯后，我整整一夜没合眼。而就在这时，曙光营地的人主动找上了门，我让苏婉打开了立场的通道。陈峰带着2个人走进了超市，琳琅满目的物资让他眼神中满是惊讶。林老板，久仰大名，我这次来，一是想和你谈合作，建立长期物资交易；二是给你带个忠告。陈峰屏退左右，只留下我和他2个人。铁狼团不过是净化派放出来的狗。我瞳孔一缩，立刻追问净化派到底是什么来的。真正盯着你的是净化派，是他们背后的主宰。净化派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末日是对人类的筛选，只有强者才有资格活下去，弱者就该被净化。他们手里有最顶尖的科技，最强大的武装。陈峰，你居然还活着！当年我的小队全军覆没，是不是你搞的鬼？我没想到苏婉和陈峰之间居然还有这样的恩怨。净化派和主宰的势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庞大。林老板，你是唯一一个能和净化派抗衡的人。下一次，铁狼团的狼王会带着全部主力过来，你一定要小心。苏婉依旧死死盯着车队，指尖发白。和陈峰谈完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无线电顶尖技师，搭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通讯塔。在这信息隔绝的末日里，只有掌握了通讯，才能掌握主动权。检测到宿主对通讯基建完成战略投资，符合文明重建规则，触发200倍返还。返还奖励：全球超远程通讯系统，信号加密模块，全频段信号拦截功能。整个社区的人都沸腾了。3个月了，他们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这里是黄宇生物科技研究所，请求支援，我们被困住了。这里有病毒的核心资料，这里有病毒的真相。然而，这求救信号却让周教授瞬间失态。一声脆响，周教授手中的杯子应声而碎。不可能，这不可能！研究所居然还有人活着。他失态的样子让我心生疑虑。我之前就是这个研究所的首席顾问，呼朽病病毒的相关研究，最早就是从这个研究所里开始的。这里是环宇生物科技研究所，请求支援。周教授低着头，陷入痛苦的沉默。这个病毒的真相，我必须要查清楚。清晨的第一缕光照亮的不是希望，在狼王的眼中，下方的挣扎不过是猎场里最后的困兽之斗。这是最后一道屏障，文明微弱的呼吸。枪管在悲鸣，每一发子弹都在透支。火蛇在咆哮，但荒野上的黑影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前线没有退路，只有打出的弹夹。但要告罄，他已是强弩之末。老赵拼尽全力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服务，可所有人都知道这样撑不了多久。林深正通过系统协调着前线的防卫，林深别无选择，这是一虎灭，换取生存的豪赌。激活过载，护盾瞬间拉满，代价是冷却。最后一击换来的是长达3天的死寂，强光之后唯有死寂。100米丧尸瞬间震退消散。林深，我知道你的系统进入冷却了，3天后我会踏平你这破地方，洗干净脖子等着。光芒散去，系统面板彻底暗了。接下来的黑暗，我们只能独自面对。死亡倒计时开始了，绝望蔓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系统进入冷却的72小时，是我们最危险的3天。所有人都在拼命加固防御，而周教授却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对着丧尸样本整整研究了1夜。他彻夜未眠，只为寻求真相。发现的真相让他痛苦万分。林深在等待一个答案。林深，
我们都被骗了，这根本不是天灾。这病毒的基因序列有完美的人工编辑痕迹，太精准了，根本不可能是自然变异。枯朽病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浑身一震，瞬间想起了之前截获的加密通讯，想起了那个代号主宰的幕后黑手，想起了进化派的疯狂理念。我终于明白，这场席卷全球的末日从来都不是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全人类的进化。当年研究所里有一个绝密项目，代号主宰筛选。项目的理念就是通过基因编辑筛选出所谓的优质人类，淘汰掉劣等基因。我当时觉得太过疯狂，就退出了项目。没想到他们真的做了，还引发了这场灾难。突然，实验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主宰筛选，当年我的小队就是因为撞破了这个项目，才被人伏击，全军覆没。实验室里一片死寂，我们3个人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彻骨的寒意。我们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丧尸，而是制造了这场末日的真正的恶魔。深夜，控制室里只有我和苏婉2个人，距离狼王的总攻还有不到24小时。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准备，而苏婉却一直心事重重。终于，在这个深夜，他对我敞开了心扉。病毒爆发前，我是军方特种部队的成员。病毒爆发后，我带着我的小队一直在搜救幸存者。窗外是漆黑的夜色，远处的公路上隐约有车灯闪烁，那是铁狼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直到半年前，我们接到了一个任务，去调查环宇生物研究所的秘密项目。我们撞破了他们的主宰筛选计划，知道了病毒是他们制造的，可我们也中了埋伏，整个小队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查了半年，才知道当年出卖我们的就是陈峰，而他也只是进化派的一枚棋子。之前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可现在我找到了比复仇更重要的东西。林深，我会守好这里，守好你，守好这个社区。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他们踏进一步。我看着他，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这个外表冰冷的女人，终于放下了过去的执念，找到了真正想要做。就在这时，通讯屏幕忽然亮起，陈峰的身影出现。林深，狼王的总攻提开了。他不仅带了上千人，还带了进化派给的生化武器。一定要小心，主宰已经注意到你了。这场仗你赢了，就是和整个进化派彻底决战。通讯挂断，屏幕暗下去。我和苏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决绝。这场仗我们必须赢，也只能赢。病毒是人为制造的真相，让整个社区都炸开了锅。而狼王3天后总攻的威胁，更是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社区分裂了。林老板，狼王有上千人，还有重武器，系统冷却了，我们根本守不住，留在这里就是等死。我们走了，这里的一切就都没了。我们能逃到哪里去？这天下之大，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我不会走。这座超市是我们亲手建起来的，这里是末日里唯一的灯塔，灯不能灭。想走的，我不拦着，我会给你们分足够的物资和武器。想留下的，就跟我一起，跟铁狼团，跟背后的进化派死战到底。检测到宿主确立文明重建核心准则，符合火种协议要求。解锁新模块，文明归档阵列未激活。模块描述：终极协议组件，上一代文明火种核心，激活条件未知，改写文明走向。最终，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所有人都拿起了武器，加入了防御工事的修建。我知道，3天后的大战不仅是为了守住这座超市，更是为了守住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狼王的总攻还是来了，上千人的武装部队，最顶尖的重武器，将我们的超市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所有人都握紧了手里的武器，等着我下达作战指令。就在狼王即将下令开火的瞬间，控制室里的通讯设备突然截获了一段加密指令。这段指令的优先级远高于狼王的通讯频道。周教授瞬间破译，内容直接让我愣在了原地。获取火种载体的应激数据实时回传，为主宰的最终评估提供完整样本。我瞬间浑身冰凉，一个可怕的真相在我脑海里成型。从始至终，铁狼团的进攻、狼王的宣战，甚至黑虎帮，都不是为了抢我的超市，他们只是主宰派来的测试员。
这场总攻就是一场针对我的系统活体压力测试。真正的黑手一直在幕后冷眼旁观着我的一举一动，收集着我的所有数据。所有人注意，这场仗我们不仅要赢，还要让幕后的主宰看看，人类从来都不是他用来测试的小白鼠。第一枚炮弹呼啸着朝着超市而来，蓝色能量护盾在关键时刻亮起，炮弹撞击护盾，爆发出刺眼的火光，那里就是主宰的藏身之地。这场测试该结束了，狼王的总攻正式爆发，他把所有的家底都压了上来，就是要在这场测试里把我彻底碾碎。苏婉带着防卫队分成3个小队，守在防线的3个缺口，精准点射着冲上来的敌人。老赵操控着刚修好的超级机枪塔，火力全开。敌人的身影在防线前堆成小山，可铁狼团的人太多了，一波倒下，另一波立刻冲了上来。防线的压力越来越大，临时护盾已经出现了裂痕。一辆装甲车冲破了火力网，狠狠撞在超市外墙上，墙体瞬间被撞出一个大洞。10几个敌人端着枪冲了进来，社区里的幸存者发出尖叫：“给我打回去！”我抄起身边的步枪，带着预备队冲了进去。我的胳膊也被子弹擦伤了，鲜血浸透了衣袖。我带着队员硬生生把冲进来的敌人全部歼灭。苏婉看到我受伤，立刻要过来支援我。我对着他摇了摇头。我知道狼王这是在消耗我们的体力和弹药，他的王牌还没有出，而我们必须撑下去，到我们的反击时机到来。战斗从清晨打到了中午，我们的弹药也消耗大半了。狼王看着久攻不下的超市，终于恼羞成怒，按下了一个按钮。远处的天空中，一架武装直升机飞了过来，机翼下挂着的是密密麻麻的生化炸弹。狼王狞笑着看着超市，眼里满是疯狂。狼王终于打出了他的王牌，镜花派给他的生化炸弹。他知道，就算攻不破防线，只要投下这颗炸弹，我们所有人都活不成。苏婉立刻扛起火箭筒，瞄准直升机。可直升机的飞行轨迹太过刁钻，根本无法锁定，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铃声，用天气干扰器，老赵已经做出来了，就在地下控制室。林老板，天气干扰器已经调试完成，可以启动局部强对流天气，但是只能维持10分钟，而且会耗尽我们所有的备用能源。启动！我猛地按下启动按钮，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狂风呼啸，豆大的雨点夹杂着冰雹砸了下来。原本平稳飞行的直升机瞬间失去了控制，在狂风里摇摇晃晃。就是现在，朱婉抓住时机，扣下扳机，火箭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直升机。直升机瞬间在空中炸成一团火球，生化炸弹也在爆炸中被彻底销毁。防线前的铁狼团士兵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打得睁不开眼，阵型瞬间大乱。所有人跟我冲！我抓住这个机会，立刻下令反击，超市大门打开。苏婉带着摩托车部队率先冲了进来，如同尖刀般插进敌人的阵线。铁狼团的士兵瞬间溃不支，节节败退。暴雨渐渐停下，夕阳穿透乌云，洒在战场上。狼王看着溃败的部队，气得浑身发抖。他拔出腰间的军刀，亲手砍死了2个后退的士兵，眼神凶狠地盯着超市，下达了最后的命令。白天的反击，我们打退了铁狼团的进攻，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0几名队员牺牲，防线也多处受损。我知道，想要彻底结束这场战斗，只有一个办法，斩首狼王。我和苏婉带着一支精锐小队，趁着夜色悄悄摸出了超市，绕到了铁狼团营地的后方，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作战服，脸上涂着油。苏婉是顶尖的特种部队成员，潜入斩首是他最擅长的事。我们避开了巡逻的哨兵，悄无声息地靠近了狼王的主帐篷。帐篷里，狼王正在打电话，语气恭敬，对着电话那头的人汇报着。我们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只听到狼王不断地说：“是主宰大人，一定会拿出数据。”我和朱婉对视一眼，点了点头，猛地踹开帐篷门，冲了进去。狼王瞬间反应过来，拔枪就射，子弹擦着我的耳边飞过。我冲上去，一脚把他打倒，用枪抵住了他的后脑。结束了，狼王。狼王被我们按在地上，却突然疯狂地大笑起来。你们赢了我又怎么样？我在主宰的序列里连蝼蚁都不算。你们赢了这场测试，却打开了地狱的大门。苏婉眼神一冷，手起刀落，彻底终结了狼王的性命。可他临死前的话，却像一块巨石压在了我的心上。
我们走出帐篷，铁狼团的士兵看到狼王已死，瞬间溃不成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朝阳升起，这场惨烈的守卫战我们赢了。可我知道，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向我们敞开大门。击败狼王，收编残余势力后，我们的社区成了最大幸存者聚集地。可狼王临死前的话，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还有那段截获的测试指令，主宰的威胁从未消失。葬礼结束后，我召集了周教授、苏婉、老赵，开一场紧急会议。病毒是从这里流出来的，主宰筛选计划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有病毒的真相，有主宰的核心数据。我决定组建一支精锐小队，奔赴研究所，查清楚真相。我跟你去，我的仇也该在这里做个了断。我必须去，这个项目我有参与，我必须去结束这一切。最终，我们确定了小队名单：我、苏瓦、周教授和5名精锐的防卫队员。老赵留下来守好社区，加固防御，应对随时可能来的威胁。第二天一早，我们驾驶改装装甲车，带着物资和武器。社区里的所有人都站在门口，对着我们挥手告别。我们不知道前路有多少危险，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我们必须去。只有揭开真相，才能和主宰对不了关。装甲车行驶在废墟公路上，沿途全是废弃的车辆。越靠近研究所，丧尸数量越多，变异体也越强。我们一路冲杀，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环宇生物研究所外围。研究所坐落在城市中心，是一座几十层高的大楼，外面围着高高的围墙，上面布满人。门口有全副武装的守卫在巡逻，大楼里隐隐有蓝光闪烁。我们把装甲车藏在废墟里，拿着望远镜观察研究所的话，虽完检查着武器，我知道这里就是主宰的老巢。我们已经踏入了冷寒武区。深夜，我们避开了巡逻的守卫，剪断了电网，悄无声息地潜入了研究所大楼。大楼里一片死寂，走廊里布满了监控，到处都是培养舱，里面泡着变异丧尸的样本，看得人头皮发麻。我们一路避开监控和守卫，越往深处走，诡异的蓝光就越亮。我们终于抵达了核心控制室大门，周教授破解了机。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正中央悬浮着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球。我们刚走进房间，大门瞬间关闭，蓝色光球突然亮起，冰冷的电子音在整个房间里响起。欢迎来到文明中焉之地，火种载体，我是主宰协议终端。我瞬间握紧了手里的枪，苏婉也立刻挡在我身前，紧急地盯着光球。光球闪烁了一下，一段段画面投射在四周的屏幕上。文明毁灭，2个对立的协议被发射到地球。呼朽病病毒是主宰协议的进化工具，用于筛选种族进化的优质个体，而你绑定的文明火种系统是上一代文明失败者留下的。我们是上一个毁灭的文明留下的2种对立选择。主宰旨在通过残酷筛选实现种族的终极进化，火种旨在播散知识，保留文明多样性。而你和你的社区无意间成为了2个协议终极对决的战场。这场席卷全球的末日，竟然是2个外星文明协议的活跃。就在这时，老赵的紧急通讯突然打进了我们的对讲机。林老板，不好了！进化派的正规军把社区团团围住了，他们有能量武器、无人机，还有生化部队，我们快撑不住了。光球再次闪烁，冰冷的电子音再次响起。你的灯塔马上就要熄灭了，火种协议终究还是会重蹈上一代文明的覆辙。我看着屏幕上社区被围攻的画面，目眦欲裂。知道了终极真相的震惊还没散去，社区被围的消息就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沿途丧尸被引擎声吸引，疯狂扑来，可我们根本顾不上。进化派趁着我们离开，发动总攻，我们必须赶回去，不惜一切代价。终于在天亮时分，我们远远看到了灯塔社区的轮廓，可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社区的外墙被炸开了好几个大洞，浓烟滚滚。进化派的军队已攻破社区外围防线，惨烈巷战在爆发。我们弃了装甲车，抄起武器，从侧门悄悄摸进了社区。街道上到处都是燃烧的建筑，满地尸体。进化派士兵疯狂扫射。苏婉看着眼前的景象，眼睛瞬间红，抬手就干掉了2个正在施暴的进化派士兵。我们一路冲杀，朝着超市主建筑的方向赶，沿途不断有防卫队员加入我们。可进化派的士兵太多了，我们躲在一栋废弃的居民楼里，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进化派士兵，超市主建筑被团团围攻，通讯彻底中断，我们根本不知道老赵和里面的人是死是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们离开的这2天，老赵带着社区里的所有人，硬生生扛住了进化派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可净化派的火力实在太猛了，主建筑的大门已经撑不住了。合金门轰然倒塌，净化派的士兵端着能量枪潮水般冲了进来。老赵的腿被能量枪击中，鲜血直流，可他依旧靠在柱子上，手里的步枪不停开火，没有后退一步。净化派的指挥官拿着扩音器对着里面喊话：“交出文明归档阵列的密码，我们饶你们不死，不然我们就把这里炸平，鸡犬不留。”老赵听到文明归档阵列，眼神瞬间一凛，这群畜生的目标是地下的阵列。老赵对着身边的队员低声交代了几句，让他们带着幸存者往地下控制室撤退，自己则拿起了2个高爆手雷，拉开了保险，靠在了大门后。林老板，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守好这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这群畜生碰阵列一下。净化派的士兵再次冲了进来，老赵猛地冲了出去，手里的手雷狠狠砸在地上，剧烈的爆炸瞬间响起，冲进来的士兵瞬间被爆炸的火光和突击波吞噬，老赵淹没在了火光中。我们刚好冲到超市门口，看到了这一幕，我目眦欲裂，嘶吼着老赵的名字，带着人冲了进去，把剩下的净化派士兵全部歼灭。地下控制室里，幸存的队员交给了我一个粘血的笔记本，是老赵留下的，上面写满了文明归档阵列的启动密码，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林老板，守住灯塔，守住我们的家。我紧紧攥着笔记本，指节发白，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苏婉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悲伤和决绝。超市外，净化派的大部队再次集结，新一轮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老赵的牺牲给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可我们依旧陷入了绝境。净化派的军队已经把我们困在了地下控制室，外面全是敌人，弹药也所剩无几，绝望的情绪在所有人心里蔓延。净化派的指挥官再次发起了劝降广播，这一次他把一段段画面投射到了地下控制室的屏幕里，屏幕上是全球各地的幸存者反抗据点被净化派一一摧毁的画面。看到了吗？全球所有敢反抗净化派的据点都已经被我们清除了，你们是最后一个，放弃抵抗，交出阵列密码，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看着屏幕上的画面，控制室里的幸存者彻底陷入了绝望。我们输了，就连防卫队的队员也一个个下了头。我知道他们不是怕，只是在这末日里，他们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光，现在这束光好像也要熄灭了。我走到屏幕前，关掉了投影，转过身看着所有人举起了老赵留下的那个沾血的笔记本。老赵用命给我们守住了阵列的密码，守住了最后的希望。全球的据点都没了，可我们还在，我们的灯塔还没灭。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就绝对不能向这群制造了末日的畜生投降。我的话音刚落，朱婉第一个举起了枪，死战到底。紧接着，所有的幸存者都举起了手里的武器，绝望的气氛瞬间被决绝的战役取代。控制室的大门外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净化派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最后的进攻，我们所有人都握着了手里的武器，做好了殊死一搏。我们守住了控制室入口，打退了净化派3次进攻。敌人暂时撤退，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老赵用命守护的文明归档阵列。我们必须去启动它。我带着周教授走进了地下最深处的密室。密室的大门打开，一个神秘的世界展现在眼前。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正中央是文明归档阵列，它上面布满神秘纹路，周围是能量槽和密码面板。周教授走到阵列前，仔细观察着上面的文字，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似乎发现了什么。林深，这是上一代文明的终极科技。我看懂了，想要启动这个阵列，需要2个条件。第一，需要巨量的能量，足以支撑阵列覆盖全球。我们现在的能源根本不够。第二，需要文明象征作为启动密码。我们的文明象征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东西，是这座社区的名字——灯塔。警告！地下控制室入口已被突破，敌方已使用高爆穿甲弹，预计3分钟后抵达密室。周教授脸色大变，看着我。林深，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尽快启动阵列，不然就全完了。外面的枪声和爆炸声越来越近，敌人的嘶吼声清晰可闻。我站在阵列前，看着正中央的密码面板，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们最后的希望就在这一局。敌人已冲入密室，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净化派的士兵如潮水般涌入，攻势凶猛。
苏婉率队浴血奋战，防线岌岌可危。我看着核心阵列，知道是时候了。我走向控制面板，拿起电子笔，在面板上画下灯塔社区的徽章，这是我们文明的象征，希望的光芒。徽章完成，金色光芒瞬间爆发，系统提示音响起，火种协议激活。检测到符合火种协议的文明象征，文明归档阵列激活成功。光幕冲出社区，覆盖了整个荒原。净化派生化兵器被光幕瞬间定格，所有能量武器都化作一堆废品。冲进来的敌人被光幕震飞出去。净化派士兵们看到了这骇人一幕，他们脸色惨白，溃不成军。净化派大军如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离。我拿起广播系统，对着敌人喊话：告诉你们背后的主宰，人类从来都不是他的数据，不是他用来筛选的实验品。滚出我的社区，不然下一次光幕吞噬的就不只是你们的武器了。金色光幕散去，社区重归平静。幸存者们走出掩体，不敢相信以前，他们相拥而泣，劫后余生。整个社区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看着欢呼的人群，心里却有担忧。这只是暂时的胜利，更大的威胁还在。激活阵列，彻底惹怒了主宰。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主宰真正的怒火。激活文明归档阵列，击退净化派大军后，我们的社区彻底站稳了脚跟。可我知道，只要主宰还在，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斩草必须除根。我再次召集了核心会议，大屏幕上是主宰本体设施的坐标。阵列激活后，有1个月的光幕窗口期，在这1个月里，净化派的生化武器和能量武器都会受到阵列的压制。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主动出击，直捣黄龙，斩首主宰，结束这场末日。我同意，与其等着主宰打过来，不如我们主动出击，彻底解决这个祸害。主宰的本体设施在北方的地下堡垒里，那里是整个进化派的核心，也是病毒研发的总基地。只要摧毁那里，进化派就会群龙无首，我们也能拿到完整的病毒解药配方。最终，老赵牺牲后，新的工程负责人老陈留下来守好社区，启动阵列的2级防御。我、苏婉、周教授带领一支300人的精锐突击队，乘坐改装的装甲车和直升机，奔赴北方的主宰本体设施。这一次，我们不再是被动方，我们要主动出击，去终结这场席卷全球的末日，去给所有牺牲的人一个交代。直升机编队划过长空，朝着北方疾驰而去。而在遥远的地下堡垒里，主宰的终端已经监测到了我们的行动。冰冷的电子音在空旷的堡垒里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3天后，我们抵达北方净化派控制区，这里荒无人烟，到处都是废弃城市。我们悄悄潜入净化派控制区，将直升机藏在深山。越靠近主宰本体设施，周围景象就越惨烈。这里是净化派核心控制区，人命贱如草芥。这就是他们的筛选营，他们把幸存者关在这里进行基因筛选，符合优质基因的留下来做实验，不符合的就直接被病毒感染，变成丧尸。我们悄悄摸进一个筛选营，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所有人目眦尽领。营地里到处是牢笼，关着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实验室里不断传来惨叫声，地上全是鲜血和尸体。这根本不是什么筛选营，这是人间炼狱。苏婉冲向铁笼，解救了被困的女孩。队员们与守卫激战，所有铁笼被迅速打开。被解救的幸存者看着我们，眼里满是不敢置信。一个老人扑通一声跪在我们面前，失声痛哭。你们是灯塔社区的人，我们听过你们的广播，我们以为我们这辈子都出不去了。他们在这里被关了整整1年，每天都活在地狱里。我们把营地里的幸存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给他们留下了食物和武器。可看着眼前景象，所有人的心里都压着一团火。我们更加坚定了决心，一定要彻底摧毁净化派，斩杀主宰。夜幕降临，我们再次出发，朝着主宰的地下堡垒一步步靠近。沿途的筛选营一个比一个惨烈。我们也终于明白，主宰的净化派根本就不是人，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疯子。凌晨，我们抵达了主宰地下堡垒的外围。堡垒藏在山体内部，外面布满了陷阱，还有全副武装的守卫。巡逻队24小时不间断巡逻，防守密不透风。我们一路解救幸存者，摸清了堡垒的布防。
这座藏在山体里的地下堡垒就是整个末日的源头。我们分成了3个小队，第一小队由苏婉带领，负责正面突袭，吸引守卫的注意力。第2小队由周教授带领，负责破解堡垒的门禁和防御系统。第3小队由我带领，负责直插堡垒核心，找到主宰的本体。行动定在凌晨3点，这是守卫最松懈的时候。凌晨3点，苏婉带着第1小队率先发起了进攻，火箭弹精准命中了哨点。爆炸声瞬间响起，堡垒的警报声划破夜空，守卫们瞬间慌了神，全部朝着正面方向集结。而我和周教授带着小队，从堡垒的通风管道悄悄摸了进去。周教授破解了一道又一道的门禁，我们一路深入。堡垒里到处都是实验室，培养舱里泡着各种各样的密码。墙上的屏幕上全是全球各地的监控画面，包括我们的灯塔。越往堡垒深处，守卫就越少，可防御系统却越来越密。林深主宰的本体就在下里一层，可这里的防御系统是主宰协议直接控制的，我最多只能给你打开10分钟的通道。够了。厚重的合金门缓缓打开，一条通往地下最深处的通道出现。我对着身边的队员点了点头，握紧了手里的枪，深吸一口气，迈步走进了通道。苏婉也带着人赶了过来，跟在我身边，眼神坚定。通道的尽头又是一扇巨大的门后就是主宰的门体。我们站在门前，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这场持续了半年的末日对决，终于要迎来最终的比赛。我们终于见到了主宰的本体，它不是什么冰冷的系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和周教授一样曾经的顶尖科学家，也是进化派的创立者，这场末日的始作俑者。欢迎来到我的国度，林深。我等你很久了，从你绑定火种系统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看着你。是你制造了枯朽病毒，是你发动了这场末日，害死了几十亿人。你这个疯子！疯子？不，我是人类的救世主，救人类的文明臃肿、腐朽、内斗不断。只有通过彻底的进化，筛选出最优质的个体，人类文明才能真正的进化，走向更广阔的宇宙。而你和你那可笑的灯塔社区，不过是文明进化路上的绊脚石，是必须铲除的伪善毒瘤。苏婉奋力抵挡，却无法阻挡更多攻击。无数机械守卫涌现，疯狂扫射。我们立刻寻找掩体，展开激战，弹片横飞，队员们一个个倒下。主宰冷眼旁观，视我们如蝼蚁。他轻抬手臂，巨大能量波袭来，无可匹敌的力量瞬间爆发，身体粉碎。我们被震飞摔地，重伤倒地，吐鲜血。我挣扎起身，浑身是伤，武器报废。主宰降临，眼神充满轻蔑，不甘与绝望充斥我的双眼。胜利者的姿态冰冷而清丽。这场对决，我们以绝对下风。李深，你看看你守护的这些人，他们懦弱、自私、贪婪，根本不值得你去救。只要你归顺于我，我们可以一起成为新世界的神明，统治整个地球。你错了，文明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什么弱肉强食的筛选，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传承，是哪怕在绝境里也永不熄灭的希望。林深用尽全力掏出怀里的高爆手雷，果断引爆。爆炸瞬间，林深向控制台冲去。苏婉抓住机会，带着剩下的队员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他们用生命为我争取着宝贵的时间。我冲到控制台前，周教授也挣扎着爬了过来。他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屏幕亮起，2个最终选项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左边是掌控一切，成为神明；右边是牺牲所有，点燃火种。林深，成为神明，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你疯了吗？我看向屏幕，心底早已有了答案。我从来都不想当什么神人，我只是一个超市经理。我想做的只是守护好我想守护的人，给这黑暗的末日点亮一盏灯。主宰的嘶吼，警报灯的闪烁，都无法阻止我的决定。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屏幕右侧的按钮，神圣的蓝光瞬间席卷了整个地下堡垒。蓝色的能量波冲天而起，穿透地表。蓝光涟漪迅速扩散，刺破末日黑夜，向全球蔓延。信号塔发出耀眼蓝光，数据流向四周扩散。地下堡垒在火焰中崩塌，我完成了最后的报复。按下全球广播按钮的瞬间，主宰的地下堡垒就启动了自毁程序。剧烈的爆炸吞噬了整个地下空间。我以为我会死在那里，可我没想到我竟然还活着。我挣扎着爬起，探了探苏婉的鼻息，还有呼吸，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我环顾四周，整个堡垒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主宰的身影消失在了爆炸之中，生死不明。周教授和剩下的队员也都幸存了下来，只是都受了伤。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了废墟，外面的天已经亮了，朝阳穿透云层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们打开了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里面瞬间被无数的信号填满，来自全球各地的声音。这里是非洲幸存者据点，我们收到了解药配方，谢谢灯塔社区，谢谢林深先生。这里是欧洲幸存者联盟，我们已开始生产解药，末日终于要结束了。这里是国内南方幸存者营地，我们收到了重建知识。林深先生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听着对讲机里此起彼伏的声音，我们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我们做到了，我们真的给这黑暗的末日带来了曙光。林老板，我们收到了，全球都收到了，社区里的所有人都在欢呼，你们太厉害了。我拿着对讲机，看着朝阳，看着身边的伙伴，嘴角缓缓扬起。这场席卷全球的末日终于要迎来终结了。远处的废墟里，一丝杀意正在潜伏。主宰并没有死，而我们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我们驾驶车辆踏上归途，沿途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幸存者走出掩体，搭建起临时实验室，开始生产血清。解药配方如同燎原之火，在全球各地扩散开来。曾经互相厮杀的营地放下了武器，互相合作，重建家园。无数幸存者因此活了下来。末日终于照进了第一缕曙光。我们路过一个营地，他们认出我们的车，围上来送不紧。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们所有人。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们一路的疲惫和伤痛都值了。我们一路往回走，沿途丧尸越来越少，城市有了希望。终于结束了。就在这时，我们收到了一个坏消息，这群疯子还不死心。进化派残余势力到处破坏血清生产点，他们想阻止解药扩散，继续他们的疯狂理念。我们已把解药和希望带给了全世界。现在，我们要彻底清除这些末日余孽，守护曙光。我们知道，回到灯塔社区后，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就在我们即将抵达灯塔社区的时候，遭遇了进化派残余势力的疯狂伏击。他们知道，只要杀了我，就能瓦解全球幸存者的信心。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我和苏婉和大部队彻底失联，跌入了山谷，陷入了绝境。我和苏婉都受了重伤，苏婉的腿摔断了，我的肋骨也断了2根。苏婉靠在我怀里，脸色苍白，却依旧笑着看着我。医生，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不会，我们连主宰的堡垒都闯出来了，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回到灯塔社区。我用最后的力气升起了一堆火，把唯一的半块饼干递给了苏婉。山洞外雨越下越大，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另一边，周教授带着队员们回到了灯塔社区。当社区里的人知道我和苏婉失踪了，瞬间炸开了锅。老陈立刻发布了寻人启事，通过广播传遍了全球。全球各地的幸存者们注意，灯塔社区林深先生与苏婉女士在返程途中遭遇伏击，不幸失联。坐标如下，恳请所有收到广播的幸存者帮忙寻找。广播发出后，瞬间得到了全球的响应，无数的幸存者自发组成了搜救队，朝着失联的坐标赶来，漫山遍野的寻找着。山洞里的火渐渐快要熄灭了，我和苏婉的意识也开始模糊，而山洞外无数的手电筒光芒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一点点靠近。这是人类的团结，是希望的光芒。我们在山洞里已经被困了3天3夜，没有食物，没有水。我知道我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可我不能死，苏婉也不能死，我们还要回去，看着我们的家园彻底重建。就在我的意识即将彻底消失的时候，我面前的系统终端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濒危，启动紧急休眠程序，发送全球定位坐标。系统终端发出了微弱的求救信号，穿透了山洞，扩散到了外面的世界。而正在漫山遍野搜救的队伍瞬间捕捉到了这个信号。找到了，信号在这里，坐标锁定，就在前面的山洞里。无数的搜救队员举着手电筒朝着山洞冲了过来。当他们看到山洞里紧紧抱在一起的我和苏婉时，瞬间红了眼眶。快叫医疗队！林先生还活着，苏婉女士也还活着。医疗队冲了进来，将我们送上救护车。3天后，我在灯塔社区的医院里缓缓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天花板，周围围满了人。周教授、老陈社区里的伙伴们看到我醒了，都激动地哭了出来。
林深，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们了。我转头看向旁边的病床，苏婉也醒了，正笑着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我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了下来。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家，回到了我们亲手建立的灯塔社区，而我知道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失踪获救，伤愈出院。当我再次踏上社区的街道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愣住了。不过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社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店铺开张，新的万家福超市重新开业，学校里传来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工厂里机器轰鸣，正在生产着血清和重建物资。孩子们围了上来，把手里的野花塞到了我和苏婉的手里。一个小女孩递给了我一幅画，画上是一座发光的灯塔，旁边写着“谢谢林叔叔给我们带来了光”。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林深，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血清，供应给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幸存者营地。我们还成立了学校，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传承知识。你说的对，知识才是文明真正的火种。周教授带着我参观了社区里新建的血清工厂和科研实验室。晚上，社区里举办了盛大的篝火晚会，所有人都围在篝火旁，唱着歌，跳着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末日爆发半年来，他们第一次真正放下了恐惧和戒备，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我和苏婉坐在篝火旁，看着眼前的景象，相视一笑。林深，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篝火熊熊燃烧，映红了所有人的笑脸。远处的灯塔散发着温暖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社区，也照亮了黑暗的夜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随着血清的扩散，末日渐渐走向终结。全球各地的幸存者营地都以我们的灯塔社区为标杆，建立了新的秩序。他们齐聚在这里。林深先生，是你给全人类带来了希望，终结了这场末日。我们一致推举你担任全球幸存者联盟的最高领袖，带领全人类重建家园，重启文明。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答应，谢谢大家的信任。但是这个领袖的位置我不能做，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想当什么领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超市经理，我做的只是我应该做的事。文明的重建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我们所有人，靠每一个愿意为了家园、为了文明付出努力的人。我当场宣布，将灯塔社区的管理权移交给社区居民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将全球血清生产和重建技术全部公开，交给全球幸存者联盟共同管理。我卸下所有的重担，做回一个普通人。大厅里寂静了很久，紧接着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所有的代表都对着我再次深深鞠了一躬。他们终于明白，我从始至终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权力，而是一个和平、平等、充满希望的新世界。我走出议事大厅，苏婉正站在门口等我，她笑着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我牵起她的手，迎着夕阳，朝着我们的家走去。卸下重担，我和苏婉过上平凡生活，重开万家福超市。居民们喜欢来超市购物聊天，日子平淡幸福。超市如今热闹非凡，充满烟火气和生活味道。每天我们教孩子们经营、防身、科学知识，孩子们好奇听课，眼里满是对未来的向往。文明核心是传承，孩子们是文明未来火种。我们建了图书馆，系统知识整理成册，免费开放。图书馆里人头攒动，老少学习，寻找重建家园方法。周教授看着眼前的景象，常常感慨：林深，火种是知识与传承，文明永不灭。我们成立技术支援队，带知识技术驻各地重建家园，建工厂、办学校，将知识火种播撒到每个角落。曾用罐头、药品投资，现在我将知识免费分享，这是对文明重建最有价值投资。更多人加入队伍，带知识技术奔赴全国各地。新城镇废墟拔地起，学校焦土上传来朗朗读书声。我站在灯塔上，看远方城市、新建筑、生机公路。我知道，文明的重建之路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播撒的知识火种终将长成参天大树。我们的通讯塔再次完成了升级，实现了全球无死角的超远程通讯。每天通讯室里都忙得不可开交，来自全球各地的通讯源源不断的打进来，分享着他们重建家园的好消息。林深先生，多亏了你们分享的技术和知识，我们终于重建了家园，恢复了生产。下个月我们的第一批粮食就要丰收了。屏幕切换，来自非洲的幸存者代表笑着给我们展示他们新建的医院和血清生产车间。林深先生，我们这里的感染人数
已经清零了，孩子们都回到了学校，大人们都回到了工作岗位。曾经被病毒隔绝的城市重新连接在了一起，国内的各个幸存者营地也都建立了稳定的联络。他们以灯塔社区为核心，组成了重建联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一条条公路被重新修通，一座座桥梁被重新架起。我和苏婉也常常开着车去各个营地走访，看看他们重建的情况，帮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世界。我看着眼前的景象，笑着点了点头。曾经我只想在末日里活下去，而现在我们真的把末日变成了新生。曾经死寂的大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农场里种满了庄稼，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通讯室里突然接收到了一段来自远方的求救信号，信号断断续续，来自我们从未涉足过的西部无人区。而这段信号再次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来自西部无人区的求救信号断断续续，却异常清晰。这里是西部重建营地，我们遭到了进化派余孽的袭击，他们抢走血清，炸毁工厂，请求灯塔社区支援。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多久，以为进化派已土崩瓦解，没想到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袭击各地营地，烧杀抢掠，炸毁血清工厂，伤害无辜幸存者，想要重新挑起混乱，继续他们的疯狂理念。议事大厅气氛凝重，成员们看着屏幕，眼里满是愤怒。这群疯子丧心病狂，我们必须出兵，彻底剿灭他们。苏婉也站了起来，眼神冰冷。我带队去，我一定会彻底剿灭余孽，给牺牲者交代。最终决定，苏婉带领精锐防卫队奔赴西部剿北。我帮他整理衣领，轻声叮嘱他注意安全。他笑着抱了抱我，约定一起去看世界。第二天一早，苏婉带着队伍整装待发，他带着队伍朝着西部疾驰而去。可我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苏婉走后，我们收到一个更可怕的消息：进化派余孽重新聚集，首领就是主宰。他并没有死，在爆炸中活下来。他带着残余势力躲进西部无人区，等待反扑。我看着主宰身影，眼神瞬间冰冷。我知道这场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我和主宰之间终究还要一场最终的了断。主宰的反扑激怒了所有幸存者，全球各地营地派出支援队伍齐聚西部，组成联合剿匪军，是要彻底清剿余孽。苏婉带领联合军围住据点，做好总攻准备。联合军势如破竹，进化派余孽节节败退，被压缩在西部无人区，据点是主宰老巢。总攻发起，联合军从四面八方冲锋，炮火覆盖据点，防御工事瞬间炸毁。苏婉带队冲入据点，与敌人近距离厮杀，战斗持续一天，余孽被彻底清剿。苏婉搜遍据点，未寻主宰身影。林深，这次算你赢了，但记住，人类劣根性还在，我的理念永不会消失。我会在世界角落看着你守护的世界走向毁灭，我们迟早还会再见面的。影像结束，苏婉立刻将消息告诉了我。我看着影像，我知道主宰可能还活着，他像暗处毒瘤，随时可能爆发，但我并不怕他，因为我知道世界不再是黑暗末日了，人们已重建秩序，重新找到希望。就算主宰再现，所有人都会站出来对抗，他的疯狂理念再也不会有任何市场了。随着余孽清剿，全球秩序重建，法律颁布，学校开学，工厂开工，城市运转，人类文明终于重新回到了正轨。苏婉带着队伍凯旋归来，我站在社区门口等着他。他笑着跑过来，紧紧抱住了我。夕阳下，我们相拥，所有战争和苦难都终于过去了。距离我们按下全球广播已1年，这一年，世界发生巨变，末日已成历史，而我和苏婉也过上想要的平凡生活。我以为使命已完成，终于可放下重担，好好生活了。这晚，我和苏婉吃饭，通讯室急电。林先生，苏女士，我们收到北极求救信号，信号微弱，但确定是研究所北极分部。我和苏婉对视，从对方眼里看到震惊。环宇生物研究所北极分部，我们从不知道。我们赶到通讯室，周教授已守屏幕前。林深，北极分部是研究所最高机密项目。当年我退出时，分部才刚建设，我从不知道他们在北极还建了分部。
这里是环宇北极分部，我们被困住了。这里有主宰协议最终备份，还有枯朽病病毒终极变异体，请求支援。林深，只有你能帮我们。听到病毒变异体，所有人脸色都变了。我们以为病毒已控制，末日已结束，可没想到北极还有更大隐患等着我们。我看着北极坐标，又看苏婉和周教授，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使命还没结束，这次必须去北极，终结所有隐患。议事大厅里，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北极分部的求救信号给我们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主宰的隐患未除，我们必须去北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周教授递给我一枚芯片，是老赵牺牲前从环宇生物研究所里带出来的。芯片里记载着主宰协议和火种协议的真正起源。上一代文明并非毁于星战，而是主宰协议和火种协议的内战，两种理念的冲突导致了整个文明的毁灭。两个协议被上一代文明的幸存者发射到了宇宙之中，最终降落到了地球。枯朽病病毒并不是主宰协议制造的，只是上一代文明毁灭时泄露的基因武器。北极分部不仅有病毒，还有完整火种库，我久久不能平静。那里不仅有病毒变异体，还有主宰可能留下的陷阱。北极之行凶险万分。林深，你真的想好了吗？我看着窗外社区，我想好了，必须去，为了人类的未来。我收好芯片，走出实验室。苏婉已做好准备，新的征程即将开启。确定北极之行后，我们立刻开始了准备工作。目的地是遥远北极，那里冰天雪地，环境恶劣，还有未知病毒和危险，我们必须万全准备。北极小队名单确定，共20人。我们和幸存者联盟打招呼，他们随时提供支援。一旦出现意外，会立刻派出救援队伍。出发前，居民们来到机场给我们送行。孩子们塞来画作，让我们打败怪兽。林先生、苏女士，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等着你们。看着眼前的人们，我的心里满是温暖。这一次，我们不再孤军奋战。第二天一早，朝阳升起，我们登上了飞机。我回头看了一眼灯塔社区，看了一眼这片土地。飞机滑上跑道，直冲云霄，朝着北极疾驰。飞机上，周教授讲解北极分布情况，苏婉检查装备，制定应急预案。我坐在舷窗边，看着下方，心里平静而坚定。飞机穿过云层，朝着北方不断飞行。下方大地从绿色平原变成黄色戈壁，最终变成了白茫茫的冰雪世界。1年前，我从超市出发，点燃文明火种。1年后，我们再次出发，奔赴遥远的北极，去寻找起源，彻底终结这场文明对决。北极冰原上，隐藏在冰川下的巨大设施，正在散发着微弱的蓝光。设施里，无数培养舱正在缓缓打开，里面的终极变异体正在慢慢苏醒。我们终于抵达了北极，这里与我们重建的家园完全是两个世界。无边冰雪，刺骨寒风，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环宇研究所北极分部藏于茫茫冰原之下，临时基地简陋却充满希望。队员们走出机舱，踏上这片极寒之地。周教授仔细调试，寻找研究所入口，目标锁定地表下方3公里深处，隧道危机重重，有未知生命信号，我们必须小心，每一步都不能错。通往未知的入口等待着我们。队员们小心翼翼踏入幽暗隧道，手电光束划破黑暗，冰壁湿滑，每一步都需谨慎，以免滑倒。冰块掉落，回声在隧道中回荡。越往深处，温度越低，病毒气息开始弥漫。我们立刻开启过滤系统，提高警惕。隧道尽头，合金大门阻挡前路。周教授破解系统，队员警戒四周。大门缓缓开启，露出地下设施入口。我们进入大厅，灯火通明却死寂。空旷大厅，无人生还的痕迹。这里藏着主宰秘密，也是病毒终极隐患。培养舱内变异体样本触目惊心，更是上一代文明留下的终极火种。深入设施，走廊灯光忽明忽暗，寂静中传来清晰的皮鞋踏地声。队员迅速举枪，警惕地指向前方。黑暗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我们终于抵达北极地底。林深先生，周教授，你们终于来了，我们等你们等了整整1年。他们坚守1年，终
中等到我们。张博士带我们参观基地。主宰曾想再次发动末日，我们破解了程序，控制了变异体。他看到大势已去，离开北极，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们走进火种库，这里保存着前代文明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人类文明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飞跃。我们在北极分部待了1个月，整理完所有数据和知识，通过卫星广播到了全球，播撒希望，插上宇宙之翼。完成工作，炸毁病毒样本，带着火种库知识踏上归途。飞机降落，社区乃至世界沸腾，全球幸存者都在欢呼庆祝，终结末日隐患，带来全新未来。多年后，文明恢复辉煌，走出地球，飞向宇宙。我和苏婉已白发苍苍。末日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永不熄灭的希望，是信任守护，文明延续，文明火种代代传承，火种如朝阳，永传不息。